第1043章前往焚炎谷。听得赤火长老此话，那程耀脸色也是变得相当难看，但碍于对方的身份，却是不再有丝毫不满，只能紧握着拳头，恨恨地看了柳晴一眼，眼中充斥着怒火。虽说这程耀也知道这一次是因为萧炎的出现方才扭转了这一次的局面，但对于一名7品炼药师，以他的实力实在是很难提起一些仇恨之心，因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名7品炼药师与偶拥有的能量是何等的庞大。与脸色难看的程耀相比，柳晴脸庞上倒是被一股喜色所覆盖，冲着赤火长老一抱拳，笑道：多谢赤火长老了。赤火长老笑着摆了摆手，目光却是径直地望着一旁的萧炎，快步上前，对着后者极为客气地抱拳笑道：呵呵，还不知道小友名讳？炎萧。萧炎微微一笑，也是冲着赤火长老拱了拱手。炎萧小友如此年纪便是有这般成就，当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知小友老师是何方高人？赤火长老笑道：即便萧炎天赋再高，若是没有领路人的话，恐怕也是难以在如此年纪达到这种地步。山野隐士而已，并不算什么高人。萧炎笑了笑，不着痕迹地将这个话题推了开去。见到萧炎并不想在这上面多说，赤火长老也连忙住了嘴。虽说他是焚炎谷的长老，并且本身也是一名斗宗强者，但对一名7品炼药师，他依然是得保持客气。哼，柳晴，日后3年，天皇城的空间虫洞便交给你柳家了，只要每年按时将供奉送到焚炎谷便可。赤火长老目光转向柳晴，颇为和善地笑道：空间虫洞是一笔极为不菲的收入，而柳家能够取得其管理权，但所获得的收入也必须按照分成缴纳一部分给焚炎谷，这是历年来的规矩。柳晴笑着点了点头，他自然也是知道赤火长老之所以对他这般客气，是因为萧炎的缘故。如今空间虫洞的归属也是有了结果。哼，炎萧小友，不知可否有时间与老夫去焚炎谷一趟？赤火长老搓了搓手，对着萧炎笑道：他的任务是寻找高阶炼药师，如今萧炎把曾修打得半死，若是结果不跟他去焚炎谷的话，那他可就有些悲剧了。闻言，萧炎略微沉吟，对于焚炎谷，他同样是有着不小的兴趣，当然这兴趣自然是来自于天火三玄变以及那所谓的9龙雷罡火。虽说后者他已经大致死心，但若是能够见一见的话，也是能对其他的一伙多了解一些。不知道焚炎谷寻找高阶炼药师究竟所谓何事？沉吟片刻，萧炎终于是问道：呵呵，我家谷主大人想要炼制一味等级不低的丹药，需要一些高阶炼药师的配合。炎萧小友请放心，此事并不难，若是成功后，焚炎谷定然还有重谢。赤火长老连忙道：炼制丹药？萧炎眼睛一眯，焚炎谷的谷主实力必然不会比风尊者弱，连他都是需要的丹药，恐怕品阶至少也是在7品左右，这种等级的丹药可不好炼制啊。焚炎谷的谷主也是炼药师？突然间似是想到什么，萧炎突然有些诧异地问道：炼丹大多都是依靠本身实力，外人相助怎能有什么效果？闻言，赤火长老反而是讶异地看了萧炎一眼。焚炎谷的谷主并不是炼药师，但他却对炼药师极感兴趣，奈何条件不全，无法成为炼药师。不过他也是精才绝艳之辈，凭借着本身对火焰的操控能力，居然也是能够操控一火炼制一些丹药，不过品阶却是并不高，若是炼制高阶丹药的话，则是需要其他的炼药师从旁协助。一旁的柳晴凑近萧炎，低声解释道。听得这话，萧炎也是忍不住的一愣，旋即啧啧地咂了咂嘴，不是炼药师居然也能炼制丹药？这焚炎谷的谷主果然非同凡响，这等奇事还是萧炎这些年首次听见。不过萧炎心中也明白，这必然是依靠一火以及对火焰操控力的结果，但没有真正炼药师那种洞彻丹药内部一切的精妙灵魂之力炼制而出的丹药，总是会有着一些细小的瑕疵。想必那焚炎谷谷主凭借的一火，应该便是9龙雷罡火。如今聚丹会举办还有着一段时间，或许可以趁这次去焚炎谷，将天火三玄变剩余的2变弄到手。萧炎在心中喃喃道：天火三玄变对其颇为重要，
若是能够将这套秘法凑得完整的话，其战斗力必然将会直线上升，说不定即便是遇见费天那等强者，也是能够与其正面相战。丹域之内强者如云，丹会之上更是如此，所以萧炎必须尽可能地提升自己的实力。既然出了手，在下自然不会推脱。心中打定了主意，萧炎也是微微一笑，冲着赤火长老道。闻言，赤火长老顿时松了一口气，苍老脸庞上笑容也是多了起来，袖袍一挥，一只浑身火红的巨鸟突然从广场之外飞掠而起，他冲着萧炎抱了抱拳，笑道：既然如此，那老夫便在上面等着小友。话音一落，其身形也是拔身而起，旋即落在巨鸟背上。萧炎，你真打算去焚炎谷？见到掠上巨鸟背上的赤火长老，一旁的林燕连忙问道。他可是知道萧炎身怀天火三玄变，若这被焚炎谷发现的话，恐怕少不了一番麻烦。萧炎点了点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而且如今是这焚炎谷有求自己，只要自己机灵一些，要弄到完整版本的天火三玄变，应该不是太过困难的事。呵呵，听说这次被邀请去焚炎谷的炼药师不少，都是有着几把刷子。不过若是真能帮焚炎谷谷主将丹药炼制成功，想必报酬也会极为丰厚，以焚炎谷的名头，可不会亏待人的。柳琴笑道，对于焚炎谷，他倒是颇为了解。萧炎笑了笑，他倒是无所谓报酬如何，只要能够将完整版本的天火三玄变弄到手，便是足矣。林燕这段时间便留在天皇城吧，等我将事情办完后便回来。另外，柳琴，有件事得麻烦一下你。萧炎沉吟了一下，道：有事尽管说便是，能办到的绝对不会皱一下眉头。柳琴拍了拍胸膛，颇为豪迈的道：帮我查一下，最近中域又没什么与一个名叫小医仙的女子有关的消息。萧炎缓缓的道：另外再查查哪一个家族有着一位名为星兰的女子。分开了这么久，也不知道小医仙如今如何，所以萧炎必须尽快得到一些消息。柳家在中域这么多年，情报渠道必然比他更强。而至于星兰嘛，萧炎由始至终都不知道他那家族究竟是什么家族。既然给了他承诺，那萧炎自然是不会故意躲避。小医仙？柳琴摩挲了一下下巴，点了点头，道：这个倒是未曾听过，不过我会派人去丹域也调查一下。至于名为星兰的女子，这可就是有些难查了。照我看来，这个应该不是他的姓氏。中域大大小小的家族无数，想要寻找而出，可是大海捞针啊。他的家族似乎曾经进入了丹塔的长老席，不过现在应该被排除掉了。萧炎道：哦。闻言，柳琴略微有些动容，能够进入丹塔长老席的家族可都不是寻常势力，即便如今被排除掉了，其实力也必然不是柳家这等家族能够媲美的。这样的话，搜查范围倒是小了许多。这事也交给我吧，等你回来时，我会将这事办妥。柳琴沉吟了片刻，笑道。萧炎笑着点了点头，这样的话倒是省去了他如无头苍蝇般的乱撞。将这些事吩咐妥当，萧炎再与两人聊了一会，待得天空上那头火红色的巨鸟发出一道尖鸣声时，他方才对着柳琴、林燕抱了抱拳，脚尖一点地面，身形掠上天空。见到萧炎动身，林燕连忙道：小心一些。萧炎冲着他笑着点了点头，旋即身形一动，稳稳地落在那巨鸟之上。呵呵，炎萧小友准备好了？见到萧炎上来，赤火长老连忙笑道。萧炎微微一笑，冲着赤火长老拱了拱手，道：请赤火前辈带路吧。赤火长老笑着摆了摆手，说了一声客气后，袖袍一挥，脚下巨鸟顿时发出一道嘹亮尖鸣声，巨翼震动，带起一股炽热狂风，在下方一道道艳羡的目光中，迅速地对着北方天际飞掠而去。萧炎站于巨鸟之上，双手负于身后，目光望向遥遥的北方，不由得一声轻笑。对于焚炎谷的九龙雷罡火，他倒是颇为的好奇，不知道与自己的琉璃莲心火比起来，这两者孰强孰弱。另外，天火三玄变若是完整版的话，不知其威力将会强到何种地步。想到此处，
萧炎嘴角便是不由得掀起一抹略有些期待的弧度。